河豚自古便是吃货追求的上佳鲜品，鲜美程度引得苏轼赞不绝口，留下拼死吃河豚的佳话。古人的留言，一来说明河豚味美，让人情愿以死相偿；二来说明河豚剧毒，稍有不慎便会送命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在中国，吃河豚最正宗的是在扬州，被誉为户户烧河豚，村村有高手。据说在扬州厨师手中，河豚可以成为超过150道菜肴，不仅有传统的红烧煲汤，还有新式的刺身水饺，更有扬州绝技熬河豚干，据说是发挥出了烹饪对河豚毒素的精准控制，做到增一分则有毒，少一分则为无。如此令人闻风丧胆的河豚毒素，是自然界中毒性最强的非蛋白质生物毒素，只要1毫克就能置人于死地。而且河豚毒素属于生物碱，也就是说单纯的高温无法让它的毒素失活。另外，河豚毒素制毒机制非常特殊，由于河豚毒素具有非常奇特的分子结构，能够像塞子一样堵住神经细胞的钠离子通道入口，所以河豚毒素通过阻碍钠离子传送，引发神经系统麻痹，导致呼吸系统衰竭。简言之，河豚毒素既不能通过高温杀灭，也没有特效药。关于河豚毒素从何而来，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受到食物链和微生物双重作用的结果。自然界中除了河豚之外，还有很多生物体内富含河豚毒素，比如臭名昭彰的蓝环章鱼以及一些藻类和贝壳。另外，人们观察到处于人工养殖条件下的河豚，因人为的不提供含毒食物，所以饲养出来的河豚几乎不产生毒性，属于脱毒河豚。自然界的河豚基本都有毒，但哪怕是同一品种，毒性也不太一样。其实河豚毒素强弱和鱼龄以及生长周期有很大关系。一般来说，鱼龄越大毒性越强，鱼体处于繁殖期内毒性较大。同时，通过对河豚肠道微生物的研究发现，部分微生物具有合成河豚毒素的能力。据此，关于河豚毒素究竟属于内源性还是外源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，至今尚无定论。但比较广泛认可的观点是，河豚本身不产生毒素，但是它能够储存毒素，毒素来自于肠道菌群及食物链负极作用。既然不是毒素的产生者，河豚自然对这些毒素也不免疫。它们每次在对付天敌时，释放的毒素都要控制好量，一不小心给多了，那不仅能毒死天敌，还能把自己也毒死。野生河豚具有江海洄游的习性，多见于沿海地区。野外生活的河豚喜欢栖居水底，不挑食，牙口好，蛤蜊、海胆都是它的食物。除了被吃掉，有一些种类的河豚身披美丽花纹，也会被作为观赏鱼类养殖。但是请特别注意，这种观赏河豚有毒，不可私自食用。既然野生河豚如此危险，那么是不是它在野外可以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了呢？非也，正因为河豚自身没什么防御力，又行动迟缓，为了自保，所以才进化出剧烈毒性。自然界中河豚的天敌可多了，例如一些水鸟会使用长喙挑啄河豚肉，避开有毒内脏。像狗母鱼本身对河豚毒素具有抵抗力，甚至同为人类盘中餐的皮皮虾也能通过利爪刺穿河豚的身体。据说一些海豚还通过吓唬河豚，吸食河豚排出的少量毒素，达到吸食兴奋剂的效果。事实上，河豚毒素并非万恶之首，正确掌握使用剂量，反而能够变毒为药。近年来，随着人们对河豚毒素的深入了解，已经发展出将其应用于麻醉、癌痛治疗、戒毒及神经病理性疼痛治疗等领域的临床实例。河豚毒素纯品在临床医疗上需求量不少，但人工养殖的河豚又基本无毒，所以现在大多河豚毒素纯品都是提取分离或人工合成。但是无论哪种方式得到的河豚毒素都非常昂贵，价格成为阻碍河豚毒素广泛应用的重要因素。有数据显示，河豚种类繁多，全球共有超过200种河豚，我国境内生活着40余种，其中东方类有16种。根据河豚种类不同，河豚毒素在河豚体内的分布也不同，有些种类全身包括肌肉都含有剧毒，而有些种类只有卵巢、眼睛、肝脏等部位有毒，去除干净后可以食用。只有这些经过加工可以安全食用的河豚，才是我国自古用以入菜的。像一些生活在我国台湾省的河豚品种，肌肉中含有毒素，那么就不可食用。
而我国江浙地区洗食的河豚基本都属于东方豚，在严格的宰杀过程中去掉有毒器官，细心处理后才会被端上餐桌。在实际生活中，虽然河豚味道鲜美，但由于其毒性剧烈，本着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原则，自1990年起，我国全面禁止河豚进入流通市场，这一禁就是26年。近年来，随着河豚脱毒养殖产业迅猛发展，虽然禁食令已被废止，但售卖河豚依然需要遵守严格的国家标准。首先，只有养殖东方豚允许加工经营。我国养殖河豚的主要产地集中在江浙，以南通和扬中为主。其次，我国目前合法出售的河豚鱼及制品都是经过宰杀处理的鱼肉或鱼皮，且鱼体来源于可追溯的养殖基地，包装上明确标识有溯源码和加工企业资质等信息。最后，我国明令禁止不具备资质的餐饮企业加工制作活体河豚。相关部门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，为了自身的健康安全，切不可私自捕捞、购买、加工野生河豚或活体河豚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